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茂夏的茂长，欢迎来到跟着探长去旅行。今天不旅行，我们要来抒发一下心情。今天的主题呢，就是要来聊聊我们被断头的亲身经历。内容没有任何政治倾向，也没有要引战，纯粹抒发个人感受。请大家底下留言要保持理性哦。这个系列是关于我们购买新屋到装潢的分享，之后还有 room tour 影片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起来哦。回归主题，因应家庭成员的变化，我们在2023年的7月左右购买了一间透天的预售屋。换屋也是属于刚性需求，并非投资。我会扩大青安的住宅优惠贷款，那未来我们金额会扩大到1000万。可以看到，当时因为新青安专案的推出，让原本萎靡不振的房市又一飞冲天了。我们看的预售屋也在2个月内就完销了。然后我们满怀着期待的心，开始规划着未来的生活。结果好了。2024年9月，政府祭出第7波信用管制，重拳打房。自然人名下有房者的第一户购屋贷款不得有宽限期，第二户最高成数更从6成降到5成，同时扩大实施地区，从原本的6都加新竹改为全国。另外，公司法人、自然人购置高价住宅贷款及第3户以上购屋贷款的最高成数也由4成降为3成。最后是政策一出，搞得大家人心惶惶。你这里面会不会有滥杀无辜？有些人我想委员这样的怀疑呢是合理的啦，是合理的。我想呢，我们对那些需要协助的那些我们所称的说无辜的，我想呢，我们可能会推出这个相关的协助措施，或是排除条款。后来央行被骂爆，说错杀好人，碍于舆论压力，赶快祭出补救措施，说第2户换屋不在此列。然后我们上网爬文看到，如果只要夫妻双方1人名下有房无贷，银行还是认定你是首购资格。这时我们就放心了，没再管这件事。终于房子盖好了，这阵子要交屋，开始要办理贷款对保。建商配合的银行说，因为你们的房子有持分，要去问看看你们当初是不是用共同借款人，如果是，就是属于第2户，只能贷到5成。What？ 什么是共同借款人？房贷都是由一个人在缴，应该没问题。没有什么共同借款人。我们信心满满的打去现在的贷款银行问，我想请你帮我查询一下我现在贷款的这间房子的借款人与担保人。你现在的房子是有持分的，是有共同贷款人哦。可是我们贷款都一个账户在缴啊。我们公司规定，只要有持分，都是以共同贷款人方式办理哦。What？ 虽然当初已经估算过买新房贷65成是可以负担，结果这一管制下去，我们被列为第2户，只能贷5成，这样下来资金马上短少200-300万，马上面临断头危机。认为就是金融行库在因应这个事件的时候过当了。又过了一阵子，杨金龙又找各大银行高管喝咖啡，说你们房贷水位太高了，不能贷那么多，要严审再严审。这难道不就是限贷令吗？我的认知就是说，当时各个银行呢，有一些的银行呢，因为它的一个贷款呢，都已经到达这个30%-70%的条件，反正它到临界点了，已经到警戒点了，所以呢，一些的银行呢就采取了限贷令。政府没有限贷令，政府不会有限贷令，但是绝对不会影响到正常的、一般的、已经进行中的这些贷款的这些对象、这些民众。What？ 你们互踢皮球的功力还真是炉火纯青啊！
怎么会这样？探长跟冒长的小脑袋瓜要开始高速运转了。我们想出了几个解决方案，重点是要把共同持有人的这个贷款消除掉，然后再用这个有房无贷或无房无贷的人去当做第二户的贷款人，才能贷超过50%。由于建商合作的银行只能等我们1个月，所以我们有下面几种选择：一、用现有房子去增贷，去补第二户只能贷50%的缺口；二、土地建物过户，同时销共同借款人，如此一来属于无房无贷状态，可以以首购资格申请；三、直接缴清现有房产，缴清后再去贷新房，如此一来便是有房无贷，新房大约可以贷70%。我们打去银行问，请问我想增贷大概要多久可以核贷？请问你得房子在哪里？是现在都没名额了哦，要等到明年1月。我们1个月内要搞定，所以此路不通。这个过程可麻烦了，用的是夫妻赠与，可以暂时免征增值与赠与税。我们必须先跑到地方的地政事务所拿申请表单，然后到地方税务局去办理税务查询，填一推资料，缴掉当年的土地税，结清移转的地方税，再找增值税的柜台完成夫妻赠与免税部分，然后再到市公所办理契税，接着回家等候冗长的行政程序。我们一直催，大约也花了1个礼拜才拿到这些证明，还没完。接着拿这些证明到国税局，继续填一堆单子，办理赠与税免征部分。税务部分都处理完后，才能到地政事务所办理土地移转部分。接着再等3天，到这边完成所有建物与土地过户，才能到原贷款银行进行解除共同借款人。这边提一下，土地与建物过户都需要再额外缴纳契税、规费。夫妻赠与的话，土地增值税与赠与税暂时免征，所以我们又额外多缴了2万多块。过完户后，终于可以询问银行执行转移共同借款人的部分啦。请问我已经完成过户，要解除共同贷款人需要多久？你这样的话要重新核贷哦。现在核贷都要抓1个半月，最快帮你赶也要1个月。就是这个新青安，青安的住宅优惠贷款，就是这个高水位限贷令，就采取了限贷令，搞得现在贷款都审很久。但是绝对不会影响到贷款的这些对象、这些民众。你还好意思说没有影响到一般人？经历完这些，看来只剩一条路可以走了，就是拉下脸先找亲友借钱，把这间房子的贷款清了。每一个上进，混吃等死。究竟后续如何？能借得到钱，解除危机吗？欲知后话，敬请订阅。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如果你有更好的解决方案，请务必在下方留言，让我们知道。有谁能幸免？错误的政策哦，真的是比贪污更可怕。好了，抱怨完了。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加入探长的 FB 粉丝团哦。希望下集再见，拜拜。